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钱立伟、雷宪，倩姐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另外是淡江大学财经经济教授聂金忠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oss 好。大家好。好，今天我们要告诉您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大家众所瞩目的，在这个月底马上就要举行的 APEC 峰会。那当然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在于 APEC 在南韩举行的这场峰会，到底美中的元首会不会会上一会？那现在呢，川习会恐怕会破局了。怎么说？我们先来看川普最新的发文啊，他在他的 Truth Social 啊，他特别就是他最新的发文。那特别提到了是说呢，他要对于中国大陆敌意的行为，这个是重点，要再加征100%的关税啊。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再看他前一篇的推文啊，因为他说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哈，这个非常奇怪的事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呢，认为中国大陆呢变得非常有敌意。好，简单来说呢，他写了这么长一大篇啊，长篇大论啊，你可以看到已经用了好几张的图版了。通常如果你看川普的推文啊、发文的话，都会发现他就是短短的1、2行而已。他这一次写了1000字文啊，2000多个字。那最后呢，在上一篇的贴文，他中特别讲到说，所以啊，他认为呢，这次到 APEC 去见习近平主席，恐怕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了哈。到底还有没有见的理由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来看一下，近因就是呢，中国大陆在10月9号，他们商务部突然宣布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境外组织和个人出口含有中国成分的稀土产品，或者是呢使用大陆相关的技术在境外生产，都必须先取得中方的出口许可。这个消息杀得美方措手不及。川普听到看到，当然火大，立刻就发了刚刚说的长文，而且呢还采取动作反击。这特别之处在于，这次根据中方的公告，最终用途是研发还有生产14奈米以及以下的逻辑晶片，或者是呢256层级以上作为记忆体用途的储存晶片啊，以及呢制造上面这些所谓的制成的半导体生产设备、测试设备跟材料，或者是研发具有潜在军事用途的人工智慧的出口申请，都会采取逐案审核。讲大白话就是越来越严格。好，川普呢就发文痛批，但是大家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做法，会觉得有点熟悉哈，因为这个做法好像是美国在做的哈，这几乎就是美国怎么做，中国大陆就怎么做。倩姐怎么看？对这一轮呢，当然是将来会造成的后果啊，会是稀土的去全球化，它不会是一个全球自由流动的。但是前面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稀土管制的全面化，事实上就跟美国芯片管制的全面化几乎是如出一模一样。对。那么中间呢，它除了是我们平常看的，譬如说原产地的规定啊，还有你出口限制以外呢，最重要的是 FDPR， 就是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啊。那这个 FDPR 呢，让美国当时能够扩大它的管制的范围，是包含了原技术、设备、外国产品，甚至呢可以追溯到最终成品里面，只要有美国的部分，它都可以管制。所以呢，你现在看我们这一次中国大陆所做的这个稀土管制，它表面上就是稀土、磁铁分离技术跟设备，就是连设备都有了。对。但是它更重要的，它有特别讲的是说，可以追溯中间的含中比例，就是中国的比例跟成分。还有呢，加工环节。那这2个呢，就在域外就有适用了，其他的国家就会纳入这个管辖。对。所以，如果我们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回溯一下呢，我认为中国大陆大部分都是在做的工作是叫做反制，就是当初你用晶片卡脖子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回击。那光是最近一段日子你所看到的，美国要增加关税的同一时间，美国的股市就大跌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如果按照这个方向继续走的话，是美国的企业会丧失中国的市场。是所以说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但之前还是有很多东西啊，譬如说
14号就要开始的港口税，你要征，那我就对等的征，就是对等，这是在 WTO 的规定里面是可以的。所以港口税美国要做，那中国大陆也要做。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到有点像是桌球或者是那个网球，对，不是乒乓球呢，就是网球，就是你来我往，已经越来越快。原来我们看到的是围棋。就是大大的大范围在棋局里面的布局，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快要到收官的时候。所以第一个就是14号的港口。那另外呢，同一时间你有看到说最重要的铁矿可以不用美元结算。那么如果说很多的重要原材料、原物料不用美元结算，那当然在美元结算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它的掌控力就会减少。今天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交易只有10%了，对，可是其他的国家跟美元还有很大的交易，所以说不用美元结算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 domino， 就是多米诺的骨牌，它有一个骨牌效应，接下来会产生效应哈，就会产生效应。如果澳洲可以，那别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好，那另外还有譬如说，光是在稀土这个地方。美国运用澳洲跟马来西亚一直做了很多的布局，可是中国大陆马上就跟进了，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跟安华也在马来西亚布局，所以你在每一个场域中间都是你来我往，而且非常快了。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为什么比照办理是不行的哈？对啊，因为你卡我晶片，我不能够卡你的稀土嘛。对，所以我把它称为稀土管制芯片化啊，就是说美国芯片用的这些方式或者是晶片芯片。那么现在呢，中国大陆就是用来做稀土，主要的原则就是 FDPR。这 FDPR 一旦做下去了以后，它可以扩大它的管制范围，就好像现在在所有的芯片中间，从原材料、从光刻机、从每一项都在美国的管制范围中，甚至呢，你包含了用了美国的技术。那现在中国大陆在稀土这边有说，如果是韩中的比例或者是加工环节，也是在管制范围之内，所以。在美国的智库都说你把稀土武器化，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全世界先把贸易武器化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对，而且从川普的发文在发文之后，其实也看到美股接近周末的时候呢，出现了大跌哈。我看道琼就跌了超过500点啊。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下个礼拜会不会继续的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可是还要请教您哈，现在川普已经警告了，我就是要祭出加征100%的关税，大陆会比照办理吗？您觉得？不需要比照办理，因为这世界上的战场非常多。我们今天都还没讲呢，委内瑞拉难道不是一个战场吗？在委内瑞拉被美国全力的卡死的时候，它现有的政权被卡死的时候，委内瑞拉它的石油出口、它的其他大宗物资也是跟中国大陆做了很长的交易，甚至其他的国家未来也有可能用物交易、用 barter 的方式。所以呢，它不需要直接在同一个战场上你来我往。但是你有你的叫做什么过桥梯吧，那我也有我的工具，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天我们也看到它的战略的定力非常的大，是有点像是我今天抄了一下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你要怎么样去强横的要去主导秩序的时候，我有我其他的战场。在其他的战场上，有你没有办法绕过去的这些现在叫卡脖子的东西，所以不一定要1对1的对应。我再问一下哈，因为这张图哈，其实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在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国防，还有包括 EV 就是电动车还有呢医疗相关的产业相关的机器人你可以看到这一行这是告诉大家说，大陆在稀土上面所占的比例这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大，所以稀土确实是美国的软肋了。对，尤其是你把它分成前面的开采分离，后面的精炼，对，一直到永磁体的制造，越往后面做，中国大陆的优势就越强，尤其是在永磁的部分。那这个永磁的部分大概应该是有80%左右，包含技术。是。那么，所以你在这些所有的技术在转型的这些比较先进的科技里面呢，当然都会需要，不是需要那个 earth 有些军工产业在提炼的时候是需要那个土，但是也有很多呢是需要你后面的永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点，而是一个全面的，在未来转型中间的一个关键原材料。这难道不是跟晶片非常像吗？全面的白刃战开始这个白刃就是你捅我，我就捅你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PEC，马上在10月底在南韩要举行。
川普现在最新的说法哈是说，本来在发文我们看到说，他说应该是没有见面的必要哈。可是呢，最新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川普又说没有啦，没有取消川习会哈。你可以看到他变来变去，变，怎么看？的确是变来变去了啊。我觉得重点是他川普最后会不会去参加？你觉得他？因为不久前有新闻说他或许不去，或者他就要在前一天的晚上年会出现，但是正式的会议不参加。所以南韩灰头土脸了。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去，而且本来要去马来西亚，对不对？然后后来有新闻说，除非泰国跟柬埔寨在旁边，在他的见证之下签和平协议，他也不去了。对不对？他告诉大家，我不是随便出场的。所以，其实说实在，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计划。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最后他还是去参加 APEC 的话，那只要习近平在场的话，他们就会见面。那你觉得习川两人哈，就中美在这一次的元首会，如果真的能够会上一会的话，双方各自想要谈到的目标是什么？对川普来说，从他今年1月底上来到现在，他看中美关系，他一直以来都是把 focus 焦点放在贸易这方面，先买大豆噻。对，他没有谈到其他的过去议题，比如说台海，他自己没有谈，对不对？香港、西藏、人权这些议题，川普都今年都没有提这些问题，而且国务卿Rubio 也很少提这些议题，偶尔有，但是不像以前那个 Mike Pompeo 当国务卿的时候那么常提到相关议题了。所以川普都是把 focus 在贸易方面。所以如果他跟习近平见面的话，在 APEC 旁边见面的话，那川普只会想谈贸易，其他的议题不管是中东、乌俄战争等等，川普根本不想跟习近平谈这些议题，只想谈贸易。但中方不可能你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当然，如果见面的话，中方至少除了贸易之外，也会提到台湾，这个大家都知道。那除了台湾以外呢，还有其他的？或许会提到中东，要看到时候情况是如何，这个停火会不会维持了。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大陆商务部寄出这个新一轮的稀土管制措施之后，确实真的是杀得美方措手不及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真的是气急败坏啊，不然的话不会，你很少看到川普发文发这么长的漏等的吧？其实我觉得他昨天美国时间那么生气的话，是因为他以为全球的 focus 都是在以哈停火没想到当天中国会先抢新闻，然后抢国际新闻，再加上诺贝尔和平奖没拿到但是他早知道拿到的可能性是不大了。那聂老师我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因为大陆股市在周末之前，因为这个稀土管制的政策出炉之后那么对于这个三大稀土巨头就是中国北方稀土的股价看到是上涨9%，盛和资源控股公司是上涨7%，金利永磁呢是超过了12%，所以呢。未来如果在实施了这个严密的稀土管制之后要想的一件事情是说找买家的事情，完全靠内需市场够吗？够了，我跟你讲，这样讲好了。我当然答案这是先讲肯定的，我先讲投资人是聪明的嘛。他们为什么会一下子让中国北方这个盛和资源以及这个这个所谓的金利这个永磁能够涨这么多，而反而这个西方市场这个股票大跌，非常清楚，他们知道。这个不是问题，而且会推动他们稀土的未来更好的愿景。对，我先讲一下，实际上你刚刚讲这非常熟悉，有没有？你要知道，在2019年18到19年13轮的川1.0谈判，美国压着中国的脖子这样子走，中间最严重是在1月到6月有7次谈判都谈不成，到最后他们真的是毛起来了，讲了一些重话。就拜登接去，在川普2.0之后，实际上他要丢关税之前，中国就讲了一个更狠的话，他说：“我知道你要打仗嘛，对不对？不管什么样战争，你货币战什么贸易战，什么战都可以，甚至各式的战争，我们奉陪到底。”记得这句话，这4个字实际上他们隐含的就是说，你要怎么做，我们就 like for like， 以牙还牙。所以你说熟不熟悉？当然熟悉啊！华为清单在2019年不是3波清单吗？对，把你封锁到所有的出口管制全部封锁，还不只是在2018开始打中兴、华为这样而已，就是打到了现在，其实中国就学你这一招嘛，就是以牙还牙，非常清楚嘛好，那我今天要讲就是说。那你要知道这次做的，我觉得他61号和60号公报主要有2件主要的事情。其实稀土的17种原料，他要做的东西太多，像刚才有这个永久磁铁、永磁这个磁铁等等的这些东西，对这个
到高阶的科技，到军用要使用的，这才是他们关心的，倒不是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我先讲，它这次叫做严管，第二个是主审，这是两个，一个是技术的严管，因为一样的，美国也是在技术上特别严管啊，它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锁你啊，成熟制成的晶片它哪要锁你？你看 H20到了中国，算力这个从H100降到28%的。结果中国也做起来了，对不对？就帮你这个黄仁辉的 NVIDIA 都打回去了，有没有？你自己看这个 RNT 这个Pro 6000不是也都打回去？比方中国在成熟制程，甚至再高一点，接近到先进制程，他们自己都做得到，一样的道理。稀土我先讲一下，第二个叫主审，就是它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啊，你看一个人真的要聪明的话，第一个 IQ 要够高嘛，你的 AI 我们讲机器人 AI 这个脑要够好，越好就是越细的奈米精度越小，在越小的地方容越多的，又14奈米以下的东西，它是省这个东西。第二个记忆要好嘛，对不对？你聪明但记忆力不好也不行，所以它的 memory 它的层次要在256以上，就主审严审这个是审这个。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如果用到了军事更可怕，所以为什么你知道终极战争最后可能真的打起来就是比武力是打军事，可是我觉得现在终极战就是稀土和这个所谓的晶片的终极战争。我先拉回到最后一个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稀土跟晶片一样有高阶低阶，晶片有所谓的先进制程、成熟制程，你知道这里面太多东西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全世界的储量哈，这个1.2亿的储量4400万吨在中国，它占37%，产量呢它27万吨，是比美国4万5千吨要多6倍。那重点是它的萃取冶炼这个技术啊，在那10年从徐光宪和他的这个夫人嘛高霞霞研究出来这个所谓的萃取分离技术之后，这个技术啊，就像你黄金要萃取到99.9%，那不是那么容易啊。它的技术已经控制到全球的90%嘛，所以美国怕的是这个，所以它严管是这个东西嘛。那你说它怎么会卖不出去？它成熟一般我们讲低阶的这种民用的，其实大家需要的，它一样这个市场会很大啊，所以股票会涨啊。但是这种高阶的却需要的，我跟你讲是很大到你可能做不出这么多就跟晶片一样啊。台积电全世界强，所以他怎么会担心呢？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此投资人是聪明的。所以这次啊，真的川普也是实际感受到了哈，这西方有句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不过中国也有一句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